这一期的话，跟大家重温一个主题，就是讲虚拟机票的问题啊。其实呢，我这个频道其实很早期的时候，就是专门是讲旅游方面的啊，包括数字游民啊，所以说用到这个回程机票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作为数字游民，或者说哪怕是旅游签证、商务签证，跑到别人国家去啊，统称啊，基本上都是短期访客。短期访客的定义呢，基本上你可以用一年当中能不能住满半年以上来判断。那如果说你不能住满半年的签证的话 ，OK， 那你就必须要有回程机票啊，因为你必须要证明你离开我们国家。当然说不一定要说要回程机票啊，其实呢，这个理论上来说的话，是应该说下一程机票啊，续程机票啊，回程机票的话，只是我们口头讲习惯了啊。那么我有一个网站啊，这个 Mr. CE 导航网站啊，这边有罗列的很清楚啊，这边有一家啊，其实有两家啊。一家呢是专门是给你用回程机票用的，那么还有一家的话是给你这种预订单用的。比如说有些签证啊，某一个申根签证啊，那么就需要可能比较长期的这种虚拟机票啊，这个你机票必须要保留时间比较长一点。但是啊，这个回程机票的话啊，默认当续程机票来说的话，它只能给你保留48小时。所以说呢，你拿这个续程机票的虚拟机票去做签证的话，你可能刚送签就已经失效了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这两方面自己选择啊。那么我今天还是以这个续程机票、回程机票来做一个分析啊。点进来这个链接点进来之后是这样子的啊，是默认是它会跟着你的手机语言或者说电脑语言去变更的语言啊，跟随语言。那如果说你是英文的系统的话就英文。那么这边的话说了很多废话啊，可能大家也看不懂啊。其实呢，这个机票我再说明一次啊，机票是真机票，真机票，真机票，不是假机票，不是假机票啊，是真机票。它的原理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订航空公司嘛，航空公司说实话是一张期货机票啊。比如说我们订啊元旦的机票啊，但是元旦现在还没到啊，我现在订机票是真机票吧？是真机票，但是我还没飞呀，是吧？我中间可以取消嘛，对不对？哪怕我入境啊，12月1号我去入境了，然后我也可以取消。其实呢，这种东西啊，海关也没法拦人，海关只是想作为一个标准的这种海关入境程序啊，它需要检查啊，这样子的，给你增加无额外成本啊。其实呢，也不能说因为你有回程机票或者下一程机票，你就不会滞留了。其实跟很多滞留的话，要么是打工了，要么是可能是因为车祸啊或意外啊或七七八八的事情，是吧？好，他这边也说了100%可验证的，所以说我这个机票真机票啊，它其实无非是在这段时间内给你2天时间让你占用这个位置了，相当于你占用了啊。好，时间的话，他这边这家啊，为什么这家介绍这家呢？因为这家是非常非常快啊，另外一家的话就没这么快，因为另外一家的话是专门给办签证用的啊。好，他都说了啊，可验证啊，可验证。等一下我跟大家怎么去验证啊。在航空公司的网站上，你就可以验证啊，没错啊，就是在航空公司网站，因为你别的网站你不相信嘛。其实我知道，其实在国内一些电商平台上有这种预订单，你要当心点啊。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，是不是假啊。你可以去买一个，然后在航空公司打电话过去问，哎，我是不是有这个预订？哎，如果他说是的，那你就这个真的。那这家的话，你也可以这样去验证啊，你可以官网上去验证，也可以打电话去验证，没问题的。好，他这边写了啊，适合哪些人呢？比如说这个数字游牧民、签证申请者、临时出行啊，这个的话，主要是现在海关还是这种对短期访客吧啊有这种偏见嘛啊。其实这种方法也没法拦人啊。那这家公司跟哪些公司合作呢？它本身其实是背后是家旅行社啊。上次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想做这个生意啊，我觉得这个生意你是很难做的，因为他们是有黑屏系统的，你默认的话你是没法占做的，因为有黑屏系统的话，甚至还可以锁位置啊。那你看他跟他的航空公司合作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大航空公司啊，大航空公司，因为我事实上，我的朋友包括一些人吧啊，然后预定的话都是大航空公司啊，不是小航空公司。好，下面他一个介绍啊，保证48小时有效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这个座位给你这个虚拟机票是真机票，但这个真机票只能有效48小时，48小时之后就取消了，明白意思吗？啊，好，他这边说啊，自动取消啊，你有48小时内啊来确认机票啊。其实呢，你说你把这个订了虚拟机票之后呢，你想把它变成一个完完全全你真实要出行的机票 ，OK， 上飞机的这种机票也是可以的。就是48小时给你占座了啊，然后呢，你确定要这张机票的话 ，OK， 那你就要剩下的钱啊，交剩下的钱，就是全额奖金、全额机票钱啊，付钱
它这边其实还有一个高级的功能啊，其实很多人不会用，还可以立即激活跟稍后激活啊。比如说你可以提前预定啊，因为这个是机票是真机票嘛，某些航班可能说你抢不到啊，可能连虚拟机票都预定不到。那所以说呢，你可以先预定啊，到时候呢你尝试在某个时间激活一下就可以了啊，这样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。好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预定啊，点立即预定啊，很简单啊。比如说你这边路线嘛，如果说你会3字代码，比如说东京啊 TYO 啊，其实这个也是不是标准啊，因为东京的话有2个机场啊，那个2个机场啊，那个成田跟羽田啊，那你就这样搜吧啊，没关系，就搜城市吧。东京飞香港的啊，东京飞香港的之后呢，你选日期啊，你可以选远期，也可以选近期的，远期的话更方便一点啊，比如说那个2月份啊，单程往返那就不用说了啊，那简单的很。那这边的话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边是邮箱地址，然后呢，下面是一个称谓啊，那么男性、女性啊、夫人啊，那么这边的话啊，第一个名字跟最后一个名字啊，我发现有些朋友会弄错啊，这边的话你按照国外人习惯嘛，比如说把你的名字放在比如说你叫张三嘛啊，张三这名字看见没啊，那你就写个3啊，后面写个张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可以添加多个人啊，多个人也可以添加。那么点下一步，这边邮箱地址要写好啊，因为他会发个附件过来。然后这边好，接收机票是立即接收呢，立即接收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立即激活了啊，立即激活，立即可以在官网上可以看到了啊。那么稍后接收的话没关系啊，你出发出发日期之前5天内啊使用链接激活。那么你可以先预定嘛，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在路上的话啊不方便使用网络，对吧？你到时候如果说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多站转机跟直飞航班啊，这个其实很有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嘛，如果说飞南美的话啊。如果说你一个人没有美签的飞南美的话，其实你大概率订这种机票啊，很有可能是从美国转机的。所以说你要飞南美这种的话，你就选择这个直飞航班，看看有没有，是吧？他说所有航班将会是直飞，用来他避免在其他国家，例如美国转机。其实我跟大家说个题外话，就是五眼联盟嘛，基本上转机都要签证的。比如说，反正我知道的，加拿大、美国啊，伦敦啊，都是要转机签证的啊。转机不是过境签啊，过境签。当然的话，如果说你有美国签证的话，你在伦敦转机是可以豁免的啊，包括以及你有申根的 ADS， 什么叫 ADS？ 就是团签啊，那个也是可以豁免的。有这种说法啊，不是这种说法，其实就是那种 IATA 上你可以去看规则啊，有转机规则，包括你可以问一下 AI 啊，也可以看网上搜索一下。那么下面是货币，选择支付货币啊，18欧元18刀啊，那么肯定选18刀，价格是一样的啊。然后点下一步啊。好，这个时候他在查询可用航班，其实它是非常快的。这个系统是，我是比较推荐这一家，因为它这家网站做的体验非常好。好，那么它就有了啊，查询到航班之后，那么你就可以点接受啊。那如果说我选一个比较冷门的呢，那可能它就没有啊，没有的话呢就没有了。那么这边就确认并立即支付啊。支付方式这边还可以支持啊，这个 crypto 啊，就是数字货币。那么 PayPal 的话也可以啊，卡片的话也可以啊。还是比较安全的啊，因为这家公司吧，其实运营很久了，我跟朋友他们都用过啊。你看吧啊，仅限直飞航班加$2啊，贵一点。好，我们再看样本机票啊，这个机票呢是他们官网上的样本机票啊，不是目前的话你搜的话是没有的啊，它只是样本机票啊，这个样本机票就看这样子的啊，这个出发啊，那个号啊几月几号啊，基本上这个国泰航空看见没有啊？它跟那些航空公司合作吧，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大的航空公司。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刚才我输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输入我这个证件号码啊？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啊，就是在国外买机票，基本上只需要你的生日跟名字就够了，甚至很多时候只需要名字就够了。明白吧？不需要那个什么东西的，因为它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就是因为国外证件是很复杂的啊，证件不一定说要护照的，旅行证件是很复杂，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国际旅行证件嘛，那个一般来说，你就到机场之后，你给他证件啊，他说确定你这个叫张三，那么他就认为这个机票是你订的啊，然后你出示这个你的6位号码啊，也叫6字号码啊，这个叫有些时候呢，在美国的话叫确认号啊，确认号。好，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查询。刚好呢，因为有个朋友的话，他订了这个票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这个票应该没失效。那么你就这样搜啊，搜这个航空公司名称啊，这个是美联航的啊 ，PNR check 啊，然后点这边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就说了嘛啊，这个 PNR 号码在美国的话叫这个确认号啊，所以说你输入这个6字号码，我输入啊，注意啊，这边名字跟那个号码啊，尽量大写啊。好，你看啊。
虽然说我输进去之后啊，它这个号码就变掉了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只要因为它可能有些票是它是短击的啊，所以说比较麻烦。你看这个票就出来了啊，有些信息的隐私的话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，就是这个出来了啊。下面的话还可以显示旅客信息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，这个有些东西啊，你可以看啊，这个东西不给大家演示了，反正就可以查啊。好，你看，甚至连这个座位飞机都可以看到啊，你这个预定的航班座位飞机都可以看到。你如果这假机票的话，怎么可能给你看到这东西呢？是吧？你甚至这边还可以选座，看见没有？对吧？你可以加钱选座，好吧？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吧啊，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技巧。